老布布是理财还是博彩？亲戚家有个孩子初中生，每次拿到零花钱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花在盲盒上。尤其是最近火爆的 La Bubu， 原本几十块钱的一个盲盒，在他眼里可不是玩具，而是理财。他说，万一抽到隐藏款，就能翻好几倍呢。他妈为此事头疼不已，叫我去开导开导。好了，现在不用开导了，拉布布价格崩了，泡泡玛特股价也大跌了，从买到就是赚到的狂欢，再到亏本转卖的冷场，短短数月这样子的过山车，真的是理财吗？还是一场博彩的游戏呢？那理财和博彩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？理财需要有东西撑得住，比如房子，你买了可以收租，这个是稳定的收入；比如股票，公司赚钱了可以分红给股东；黄金本身是有价值的，可以保值。这些东西背后都是有实实在在的资产或者是企业的，能够带来长期的回报。而博彩则完全不一样，它靠的就是运气和情绪，比如买彩票、赌场压大小，钱只是在人和人之间不断的转移，并没有创造新的价值。今天有人赢，必然是有人输的。为了让孩子能够听懂，我写了一个更简单的版本。如果你种下一棵树，它有可能结出果子，也可能因为天气不好、环境不好，造成果子没有结出来，但是至少它是具备生长和结果的能力的。这个就是理财。如果只是大家都在抢一个篮子的果子，不管是谁赢还是谁输，总量是不会增加的，那就是博彩。那为什么年轻人，尤其是未成年人会深陷其中呢？因为他披了一个外衣，让年轻人看起来像理财。首先，他需要一个暴富的故事，故事都是最好的引流器嘛。比如那些年炒鞋是这么写的：炒鞋月入100万，炒鞋在杭州买房。然后积木熊是这么玩的：一只玩具熊现成一套房。那布布也是一样的，跟暴富这个关键词是绑在一起的，身价暴涨8倍，太吸引眼球了。这些故事的逻辑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你敢买，就可能一夜暴富。他们刻意模糊了概率和风险，只是强调有人赚到了，但是从来不提更多人亏了。其次，它还需要一个看似成熟的二手市场。如果只是有故事，没有交易场景，那么这个游戏也是撑不起来的。一些二手交易平台让商品的流转变得像股票一样非常的简单，随时可以挂单，随时有人接盘。买家看到成交记录就会觉得流动性充足，这种市场感是非常迷惑人的。对未成年人来说，他以为这个就是金融市场，而事实上价格波动的背后可能就是黄牛的自买和自卖。更重要的是明星效应，当孩子们看到熟悉的偶像出现在广告里，或者在短视频的平台刷到主播开盲盒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本能的产生信任感，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主流潮流。明星效应放大了故事的可信度，让未成年人更加容易相信，既然明星都在买，网红都在推荐，那肯定不是赌博，而是理财咯。故事、市场、明星这三重包装，让一个原本只是消费品的潮玩披上了理财的外衣。孩子们在潜移默化当中接受的不是正确的财富观，而是投机致富的错觉。家长的劝说是抵不过暴富的故事、明星的背书、直播间的喧嚣的。家庭教育的力量显得如此的无力。不过，更加让人担心的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。6月20号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标题为“盲卡盲盒哪能无拘无束”，提到了盲卡设计堪称精准捕捉未成年人心理弱点的商业陷阱。它利用心理学当中丝巾纳香原理，通过随机奖励制造期待感，比如抽卡时下一次可能中奖的错觉，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，让孩子不断重复购买行为。文中还提到，此类设计涉嫌利用未成年人心理发育尚未成熟、自控能力较弱的特点，诱导他们进行非理性消费，有悖于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不得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立法宗旨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缺乏制度约束，就可能一步步演变为危害下一代的社会陷阱。潮玩可以是兴趣，也可以是娱乐，但是绝对不能成为未成年人的金融课堂。
真正金融第一课不该是盲盒暴富的错觉，而应该是学会分清什么是资产，什么是投机，什么是风险。未成年人缺乏辨别能力，是很容易被带进幻觉的。我认为这不仅是家庭教育的问题，更加是制度与监管必须介入的领域。就像是游戏、防沉迷、短视频、现实是一样的。当一个产业对未成年人产生系统性的影响时候，光靠家长的提醒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得有制度的约束和社会的守护。守住孩子们的金融第一课，守住的就是孩子们健康的成长，也是社会的长远根基啊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再见。